小伙伴们啊，我竟然花了400块钱买了一支假的 Apple Pencil。事情的开始呢，其实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把 iPad 放到书包里面，然后反正不知道经历了什么时空旅行，结果就是笔没了。但是众所周知啊 ，Apple Pencil 的官方价简直就是抢钱，1000块钱一支笔，哪能吃这种亏啊？我之前其实也买过2手的 Pencil， 那次花了600块钱，没遇到啥问题，所以我就没有多想。400多好像也差不多，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也应该降价了，对吧？结果看看这是个啥？这支笔寄过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哎，先看一下这个外包装，打开来看一下。哎，这个笔一掏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欺负谁没见过笔呢？这是苹果是什么公司啊 ？Pencil 都要锯开来才能维修的公司，你这笔居然还有核膜线？你看这个笔头看一眼啊，这能是一个东西吗？啊？而且更离谱的是什么？我回去看了一下我的宝贝快照 ，AirBook 是什么鬼啦？其实这时候我还是有一丝幻想，万一华强北真的破解了呢，对吧？好的，完全没有压感，倾斜和防误处倒是有。不是吧，不是吧 ，UP 主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啊！不对，不是这样的。你看，作为一个 UP 主，连我都会买错，那岂不是会有更多的小伙伴可能会受害？于是我赶紧再买了几支笔，看看这回能不能出金呢？这里插播一下，我突然注意到他们的 ID 这么工整呢。你看看，一个胡说八道的 ID， 再加上一个随便从哪里找的一个美女头像，然后你们再看一下这个交易记录，哇，这味儿就太冲了。言归正传，一起来看看啊，这个就是那个100块钱的笔了。咋说呢？这玩意儿就和那个400块钱的就是一路货啊，完全一致。人家这100块钱的还有四封膜呢，搞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外面有小揪揪，这里面有没有小揪揪了？我就只能这样子甩出来，甩不出来。你看这一样的核膜线，甚至它这个手感都是一样的。哎，我又突发奇想了，问他之前那个400块钱的是不是假货？你猜他怎么着？我看他上面闪了半天的正在输入，然后憋出来一句应该是真的吧，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视频。アシカですよね。これパンダ何をもってパンダと？目の周りが黒いからです。じゃあこれは？パンダです。但其实呢，这2支假的笔啊，功能是意外的还 OK 的。你看，像是什么截屏啦、快速新建备忘录、随手写、防误处。其实这些全都没有毛病，就是压感和轻敲不能用而已。甚至就算是用盗版的笔啊，延迟也比一种国产平板要小不少，离谱啊！然后就到了这个600块钱的笔啊，这支笔我可是特挑的。你看这 ID 是不是刚才那些一毛一样？你看这头像是不是一路人？我还想跟他砍砍价，没想到这么运气哦，他是1毛钱都不少。结果我居然买到真的了。怎么回事啊？想买真货的时候买到假货，想买假货的时候又买到真货了。试图翻车的时候翻车了，这算是翻了还是没翻呢？好吧，其实回顾一下这几次买笔的经历，能总结出来不少有用的东西啊。其实 Apple Pencil 的需求量是真的还挺大的，一台 iPad 可能会用几年都不会换，但是这 Pencil 手一滑，滋溜就消失了。1000块钱一支笔，那可不是随便买的东西啊！骗子们就利用了这种想法，把假的 Pencil 包装，伪装成2手货，规避掉比较容易发现问题的塑封这些问题，甚至有些人还会配个发票过来，降低大家的警惕。我真不知道这个发票是哪儿来的呀？假如没有经验的小伙伴，可能就会这么收货了；而遇到有经验的小伙伴呢，他们也不会马上退货，而会跟你商量退款。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退货多麻烦啊！我给你退款差不多就好嘛。说着说着呢，他就给你退60，再说着说着给你退200，只要你同意了，他含泪还赚150。其实要避免踩坑也很简单，假货主要集中在闲鱼的2手货里面。首先最重要的，不要贪便宜。现在2手的 Pencil 价格也在500-600左右，新的笔在800多到1000。如果明显很低的价格就要注意了。而且在闲鱼上面购买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对方的交易记录和已经挂出来的宝贝，如果空空如也或者是明显不正常，也要注意。实在是没有把握的话，那还是直接买官方的，别花冤枉钱。到手之后的笔呀、包装盒这些东西，确实是能看得出来明显不一样的。苹果的包装盒阻尼会丝滑很多，里面的这个模具也不会像盗版那样滑来滑去。
不过重点还是这支笔。首先正版的这个笔呢是不会有核膜线的，哎，你看这个就没有，就是这条叫核膜线。而且如果你用一些力气，你就会发现盗版的这支笔感觉随时都会被掰断，但是原装的笔就会感觉很结实。这是因为原装的笔里面其实是有钢骨架的。哎，我拆一个盗版的笔给小伙伴们看看啊。Day 4。过了几天啊，我才发现这拆笔可没那么容易，它得用上这个东西，好像买的有点大了。所以说我就邀了一个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朋友，他就是。Hello， 大家好，我是胜利啊。今天听说切里家东西拆，我可不能错过啊。所以这是一根假的 pencil 吗？像这种苹果笔的话，其实直接用手指就可以掰开了。说实话，这个做工真的在山寨笔里面不算差了。它用了一个不锈钢的冲压件作为它的骨架。啊，算了，能识别，就很离谱。看过一支这样的 Apple Pencil 吗？这个是闲鱼上面买的山寨的 Apple Pencil， 然后这个呢是之前拆过的一支原版的 Apple Pencil， 原版的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的话就这样。这支笔的做工在第三方笔里面其实不算差，算中等偏上吧，但卖这个价格我只能说，呵呵。怎么样，差距在哪里知道了吧？然后在使用上呢，先试一下它有没有压感，如果没有压感的话，一定就是假的了。不过呢，就算是有压感，还有一种特殊的笔叫翻新笔。这种笔其实可以理解成是坏掉的笔拆开维修之后换了个壳，说是原装也不算，但也不完全是盗版。要区分这种笔呢，只需要看一下序列号。拧下这个笔头呢，这里面会有一串小小的序列号，用手机放大一点，应该勉强能看见一点点。再跟通用关于本机 Apple Pencil 里面这个序列号对应一下，然后跟包装盒上面的序列号再对照一下。如果全都一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没什么问题了。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差不多讲完了。其实这些笔包括很多100出头的第三方笔，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做不到官方笔的体验。作为价格不到1/5的替代品，能实现8、9成的功能，这本身就是无敌的性价比了。问题在于总有些无良商家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试图获取不合理的利润，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除了要擦亮双眼保护好自己的权益，我真的强烈建议小伙伴们不要因为嫌麻烦而接受无良商家给出来的所谓的解决方案，这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肆无忌惮的去欺骗下一个受害者。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